vivo X200 Ultra， 这次它的变化可有点大啊，这回就来看看它的实测表现。本期的看点如下，推荐大家结合下方的进度条仔细去看。vivo X200 Ultra 这次不但引入了全新的35毫米光学人文主摄，还有最新的长焦镜组、最新的光学镀膜，还有它能把自己组合成一台相机的摄影师套装。但是它最大的变化是它加入了一颗有史以来发明手机以来最大底的超广角镜头。那变化如此之大，我不知道其他的手机厂商看到后会不会跟进呢？当然，这台手机现在还是工程版固件啊，等它升级到最新的零售版固件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它和其他的旗舰手机进行对比。提前关注我们，精彩就不会错过。有没有人关心这台手机的眩光问题呢？当然后面我们肯定会测到啊。之前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说了一下当时手测 X200 Pro 的时候我们的疏忽。但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是结尾的那句话，就是我们 ZPH 最大的使命是要让更多的朋友能参与到摄影中来。非常开心的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把自己拍摄的照片上传到了视频回复里面，是你们上传的这一张张的照片真正的带着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也是你们上传的这一张张的照片正在塑造着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的节目与众不同。更要感谢您们的点赞和加关注，尤其是加关注啊，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那下面的摄影环节就看看本期有哪些朋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器材虽然分好坏，但是摄影不论器材，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的表现吧。手机后摄3颗镜头，这回主摄换成了等效35毫米的人文镜头，还有14毫米的超广角和85毫米的长焦。85毫米呢也非常适合拍摄人像。这次 vivo 就直接告诉大家了，我们用的是3大定焦镜头。那如今很多手机用的都是定焦镜头，变焦就是靠数码变焦。但是从官网到媒体宣传说的全都是光变的，听着看着都特业余。那这次 vivo 做就很好啊，我们也希望行业变得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专业。X200 Ultra 的拍摄界面默认就是以焦段来标注变焦按钮的，当然设置里呢也能调成传统的倍率显示。手机侧面的相机按键默认滑动呢就是加减曝光，当然也能设置成滑动式变焦。人文街拍相机界面里也把加减曝光放到了优先级非常高的位置。那由于这次调整加减曝光是非常方便的，提醒大家一下啊，在拍摄的时候要注意防误触。在摄影创作中，加减曝光是经常用到的功能。下面的对比呢，就是相同场景下不同曝光的样片对比。无论是人文拍摄，还是花卉拍摄，还是拍摄风景，利用加减曝光功能，可以做到在相同的场景下拍出不同调性的照片。那这次 vivo 把加减曝光功能调到了这么高的级别，我估计也是希望大家在拍摄的时候多观察，多动脑子。这次在拍摄界面中依然内置了很多色彩风格的选项，除了质感鲜明、自然黑白以外，这次又加入了一个负偏的选项，负偏呢也叫反转偏。现在看到的就是除了黑白以外的几种色彩模式的对比。质感模式呢，它的阴影部分比较深沉，适合拍摄剪影效果。负偏呢，就是模拟负偏、反转偏这种胶片的色彩。鲜明跟自然，它们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很丰富，适合您拍完之后再去后期创作。那至于什么风格适合什么环境，这就需要您自己多拍多试了。
只要您拍得多、练得多，肯定能找到适合您的风格。那下面就来看看这台手机每颗镜头的光学表现怎么样了。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这次 X200 Ultra 主摄最大的特点就是换成了等效35毫米的人文主摄。现在看到的就是其他手机的主摄跟 X200 Ultra 主摄的成片对比。其他手机主摄的等效焦段是2324的，跟35毫米焦段比呢，它的视角是有明显不同的。35毫米这边更窄一些，2324呢视角更宽广一些。这两种视角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人双眼的视角还是很广的，有的人可以达到180度。但是人们在观看事物的时候都是用主视角去看的，就是刨去余光之后的视角，这个视角内出现的景物才能被称之为看到。那35毫米镜头的视角呢，就和人眼的主视角很接近，所以它很适合拍摄人文题材的照片，也被称之为人文镜头。各大相机厂商和镜头厂商都会生产各种档次、各种价格的35毫米镜头，就是因为摄影师们很喜欢35毫米镜头。但是当人发现了感兴趣的事物时，会仔细去看，也就是凝视的时候，这个时候视角会更窄，而85镜头的视角就和人们凝视的视角很接近当然了，这是长焦的话题，咱们到了长焦环节再说。先看一眼 X200 Ultra 这回主摄的眩光控制表现怎么样吧。当时太阳还是非常足的，各种角度都试了，这次主摄的抗眩光做的还是很好的。那下面就看看主摄实拍测试样片的表现吧。主摄的中心解析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边角画质，也就是镜组的光学质量怎么样。这次的35毫米主摄呢，它用的底已经是非常大的了，1.28分之一英寸，是目前最大的35毫米主摄的底了。但是它的光学素质依旧很优秀，中心跟边角画质的把控都很好。再看一张测试样片，当然我们的测试方式呢就是默认设置，拿起来就拍。那么中心解析力跟边角画质的把控依旧是十分优秀的。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但是解析力的提升和默认模式的1000万像素比呢，提升的并不明显。好在是照片的观感变好了，画质更柔和，数码处理的涂抹感变得很少。再说超广角镜头，这次 X200 Ultra 的超广角用的底就是感光器是1.28分之一英寸的，这是有史以来有手机以来最大的超广角的底，跟主摄是一样大的，而且它还把视角做到了非常宽广的14毫米，还有它支持光学防抖。这么好的超广角镜头就是让你去用的，但是很多朋友不怎么用超广角镜头拍摄，觉得超广角的构图不好控制，比如现在的场景建筑都被拍倾斜了，成片的效果不理想。那这里呢就说一下超广角的拍摄技巧。拍摄的时候视角要保持水平，就是不能仰头也不能低头，这个时候画面中的建筑就都垂直了。那如果想拍出更多的天空呢，那镜头的视角就会不可避免的上扬，但一上扬建筑就会变得倾斜。那这时候如果还想让建筑笔直起来，就只能后期修图了，可是 vivo 都替你觉得累所以在相机的风光模式里有一个功能叫蔡司透视校正。打开这个功能，无论什么视角去拍摄，拍摄出来的照片里的建筑都是垂直的，都是笔直的。只不过用了这个功能之后成片的速度会变慢，就不能连拍了，但肯定比拍完之后修图省事多了。现在看到的是主摄和超广角的视角对比，可以看到它们视角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它们的颜色差别还是很小的，毕竟是相同的硬件嘛。现在是其他手机的超广角和 X200 Ultra 对比。一开始我觉得虽然说 X200 Ultra 的超广角底非常大，但是它白天跟其他手机应该拉不开什么差距，结果没想到的是它的解析力确实很高等这台手机升级到正式版固件，也就是零售版固件的时候，我们会让它跟其他手机正式的进行对比。那 X200 Ultra 超广角的镜组光学质量怎么样呢？那毕竟底越大，视角越广，是越难把控边角画质的，对镜组的光学质量要求是极高的。一开始我也想到了，这台超广角它的中心跟边角画质差距一定很大那从现在的结果上看呢，我感觉还能接受。主要是因为 vivo 把 X200 Ultra 的超广角做得太激进了，1.28分之一英寸的底，这么大的底还要把视角做到等效14毫米，那这么宽广的视角，这么大的底，那如果镜组光学质量能做到边角画质跟中心画质一样优秀的话，我估计还得再迭代几代产品。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只是和普通模式比呢，高清模式的解析力提升并不明显，但是跟主摄一样照片的观感变好了，数码处理的痕迹变少了。再说长焦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
前面说了，35毫米主摄的视角呢是接近人眼，刨去余光之后看东西的主视角；85长焦呢则是接近人眼，仔细观察事物的视角，是凝视的视角。所以85焦段也是一个经典焦段。对比样片呢，先从主摄的35毫米和50毫米的数码变焦开始对比。这50毫米呢，相当于其他手机的2倍数码变焦。那么解析力方面，是50毫米的数码变焦的解析力更好。现在是主摄50毫米数码变焦和长焦镜头85毫米光学焦段的对比，85毫米就相当于其他手机的3.7倍，解析力方面差距是非常明显的。85毫米的长焦头的解析力更高啊，而且85毫米的长焦头还有2亿像素高清模式，和默认模式下的1200万像素比呢，解析力的提升也是相当明显的。现在是85的长焦头和230毫米数码变焦的对比，230毫米就相当于其他手机的10倍数码变焦了，解析力的提升也是很明显的。那毕竟这和85长焦是有2亿像素高清模式的嘛，它可能是用高清模式拍完之后再裁切的。下面就该摄影师套装的外接长焦镜头上场了。这颗长焦镜头接上之后，200毫米焦段是光学焦段啊，和刚才手机上的230毫米数码变焦比呢，外接长焦的解析力更强。现在是手机上的460毫米数码变焦，已经相当于其他手机的20倍数码变焦了。那么跟摄影师套装的400毫米数码变焦比呢，那肯定还是摄影师套装这边的解析力更强了。再说微距 ，X200 Ultra 肯定是有长焦微距的，而且这颗85长焦是这台手机上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它可以直接拿起来拍摄微距，也可以数码变焦到230毫米来拍摄微距。那现在看到的样片呢，就是85长焦头和230毫米数码变焦拍摄微距的效果。手机能用长焦镜头拍摄微距是有优势的，那些喜欢拍摄昆虫的朋友肯定是有体会的。你不可能把手机离昆虫特别近，这样昆虫早就吓跑了。还有喜欢拍摄花花草草的朋友也是一样的，用超广角拍摄微距呢，手机会离被摄物体太近，会遮挡光线。所以长焦镜头在拍摄微距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再说前摄，先看前摄自拍的表现。这次 X200 Ultra 的前摄在默认状态下的磨皮美颜还是比较克制的。我们的测试方式呢，也尽量用默认设置调成前摄之后直接拍。从成片的实际效果上看呢，可以用真实还原来形容。爷们儿拍完之后看照片，我估计可能问题不大啊。要是女孩子的话，当然如果你用 iPhone 自拍惯了的话呢，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反正你拍完之后还得修图，而且前摄自拍里边也有丰富的美颜选项。前摄录像的效果跟前摄自拍的效果是很接近的，默认状态下是没有什么美颜的，可以用真实还原来形容。那默认状态下的解析力和防抖也都是很优秀的。那如果你想录像时候美颜呢，还有一个人像录像的模式，那后面咱们讲人像的时候再说。再说人像，那作为 vivo 的强项呢，人像它一直做的是很好的。X200 Ultra 的人像在默认设置下，相比前面的前摄呢是有一定美颜效果的。在强光和阴影两个场景下，人像的表现都非常稳定，那这点就很棒了。因为强光和阴影这两个环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人物的皮肤肤色都非常好看，看起来很精神。而且这次 vivo 在人像拍摄上还有2个新功能，一个功能就是闪光灯也能变焦了，闪光的范围可以随着镜头的焦段变化而变化，闪光的夹角和强度会随着焦段一起变，还有防红眼功能。下面这些照片呢，都是夜景用闪光灯给朋友拍的照片，拍摄的距离有远有近，镜头的焦段也各不相同，成片效果每一个人都非常满意啊！毕竟你看拍出这样的照片，谁能不满意呢？而且他们没有人觉得闪光灯晃眼，毕竟闪光灯也有变焦能力了嘛，可以根据人物的远近、镜头的焦段来调整合适的闪光强度。另一个功能就是人像录像了，它在拍摄的时候有着丰富的美颜选项，在默认状态下的效果就已经比普通模式的强了啊，这点不奇怪。从肤色上啊，还有背景虚化上，效果都是很棒的。那最棒的一点就是录完了以后，在相册里美颜的效果还能调，之前不满意的美颜效果都可以清除，都可以清零，而且也可以继续调整美妆啊、脸型什么的，想怎么调怎么调，灵活度非常高。再说蜘蛛扩张度的表现，这次主摄跟超广角的3种色彩模式，鲜明、质感、自然都测试了，结论是它们的表现都很稳定且各具特色。质感模式前面聊加减曝光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更利于拍摄剪影效果，暗部的细节呈现不是很丰富，这是质感模式的特点。鲜明模式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非常充分，但有些场景呢，它的暗部会稍微有些偏蓝。表现最均衡的是自然模式，
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非常丰富，也没有偏色的情况。如果你对照片的后期有需求，拍摄完之后你还要后期一下，那自然色彩模式是最好的选择。那如果你想直出的照片就有很好的质感，就用质感模式。那鲜明模式的表现是在它们两者之间。再说夜景的表现，这些普通的城市夜景环境呢，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亮部跟暗部的表现上都很好。就算到了亮部很难的场景，超广角的细节呈现也很到位。而且到了城市很昏暗的场景，主摄跟超广角依旧有着很好的直出表现，而且他们的照片观感非常接近。这主要得益于这次大底超广角的细节呈现非常优秀。长焦在城市夜景的表现也是优秀的，85和230毫米数码变焦这两个焦段呢，都有很好的细节呈现。就算到了昏暗的场景之后，依旧也有着不错的细节呈现。到了夜景测试眩光的场景，咱也测试一下看看啊。主摄在这个场景各个角度下都没有出现眩光，抗眩光做的还可以。重点还是要看极暗环境下软硬件配合的表现。那第一个场景，咱们直接看健身器场景，主摄跟超广角在实拍的观感上依然是非常接近的，而且放大看细节，主要是超广角它的细节呈现真的很好。那既然超广角使用了跟主摄一样大的 1.28分之一英寸的底，和其他旗舰超广角的夜景模式比会怎么样呢？差距确实非常明显啊 ，vivo 这边要强很多。树林小路场景，主摄跟超广角的观感依旧接近，细节呈现方面，超广角的表现依旧在线啊，细节呈现很丰富，和其他旗舰手机的超广角比，那简直是差别太大了，是吧？最后一个极难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主摄跟超广角的样片在观感上依旧非常接近，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那么超广角的细节呈现依旧很到位，和其他手机的超广角比，优势依旧非常明显。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现在是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主摄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清晰度、防抖都很好。超广角的表现也不用担心，因为这台手机默认的录像镜头就是超广角镜头，清晰度、防抖，尤其是颜色跟主摄的表现是非常接近的。现在是50焦段的录像效果，也就是主摄的50焦段的数码变焦，相当于其他手机的2倍数码变焦，清晰度、防抖都没有问题。现在是85长焦光学焦段的录像表现，那肯定效果上也不用什么担心了，毕竟它已经是一个驰骋沙场的老将了，而且这回还给它换装了全新的镜组，清晰度跟防抖都没有问题。哦对，85焦段相当于其他手机的3.7倍。现在是230毫米，相当于其他手机10倍数码变焦的焦段，同样的清晰度、防抖也都没问题。它是85毫米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啊，但是录像的效果还是很优秀的。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这个场景已经属于城市环境中很暗的场景了。主摄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和白天比是都有下降的，但是细节呈现还算丰富。现在是超广角在城市很暗的环境下的录像表现，虽然说清晰度跟白天比也是有下降的，但是防抖还是很优秀的。它的细节呈现可能是我用过的在这个场景下最好的超广角镜头了。现在是85长焦的夜晚录像表现，可以看到细节呈现和防抖都是非常优秀的。现在是230毫米端，相当于其他手机10倍数码变焦的焦段啊，夜晚的录像表现依旧还是很强劲的，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的细节呈现呢，都很不错了。X200 Ultra 的外观大家喜欢吗？有人觉得它的后摄凸起太高了啊，其实是它的机身太薄了，只有 8.69 毫米，所以显得镜头比较突出。不过随着手机影像的不断加强啊，大家应该提前适应这点。摄影师套装的可玩性还是不错的，手柄的快捷操作很全，反应灵敏，还能当充电宝用。外接的增距镜头长焦很强，还能用来拍摄微距。但是接到手机上以后啊，在用主摄跟超广角的时候就要把它取下来，否则就拍到照片里了。但是这颗单独的蔡司增距镜的做工可真是太好了，全金属外壳，重量十足，摸起来非常扎实。整个摄影师套装组合到手机上以后呢，手感还是不错的。这次 X200 Ultra 的升级改变是巨大的，主摄变为了35毫米光学主摄，用了有手机以来最大底的超广角镜头，使主摄和超广角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一致的成像表现，让手机的超广角再也不是半拉废物的镜头了，全天候使用无压力。
巨大的改变背后啊，肯定是繁重的研发工作。那这次 X200 Ultra 的推出呢，对于手机行业的发展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今天很多手机厂家都在吃老本，具体是谁呢，我就不点名了。反正他们家的新手机在影像上和上一代比是没有什么改变的。我希望 vivo 的这种探索精神能影响其他手机厂家，让整个行业都回到重研发、拼创新的路上来。最终受益的肯定是咱们消费者呀。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